在法国当公务员是一件压力极大的事情，仅在2018年就有35名警员牺牲，而到了2019年，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每4天就有1名警察见上帝。而他们的牺牲并非一般的执行任务牺牲，而是自我了断。对于法国人来说，加班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，这会比要了他们的命还要难受。但是法国的警察却是一个例外，他们基本常年加班，有时候甚至要连续好几周都不能休息。而法国警察之所以需要疯狂加班，就是因为法兰西多年来的传统，所谓你若犯我，我就游行。在这一点上，法国老铁们是世界闻名。总之，无论啥事都要上街游一下。而他们这些示威活动通常都被安排在周末或者节假日，这就导致法国警察为了维持秩序，不得不在休息日里超负荷加班。以著名的黄背心运动为例，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整整半年时间，每个周末都有数以万计的黄背心涌上街头，这让法国警察是身心疲惫，时不时还会遭遇点袭击，这种压力是极大的。然而，加班这种东西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国警员来说，其实并不算什么。最为重要的是，法国社会普遍存在对警察的仇视。仅在2019年，全法国就发生了将近4万件针对警方的暴力事件，而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有语言的，有肢体的。在黄背心运动期间，就曾经发生过法国一名拳击冠军袭警事件。这位拳击冠军向一名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大打出手，连续的左右勾拳打得警察节节败退。比起身体上所遭受的伤害，更让法国警察心寒的是，这名拳击冠军被逮捕后，一些民众竟然在网上为嫌疑人请愿并募款。他们甚至认为这次的袭警事件是在伸张正义。除了被民众各种唾弃之外，法国警察又是恐怖分子主要袭击对象。这些亡命之徒随身携带危险武器，随时会向法国警察发动致命的攻击，这让法国警员们不得不随时保持紧绷状态。再加上连续的加班以及法国民众普遍的敌视，所有这一切把警察压得喘不上气来。而且法国警察心中的苦闷是无法宣泄的。法国人拥有罢工和游行的权利，这一点早在1946年就已经被写入宪法之中。然而，对于一些特殊的职业是不被允许的，其中就包含了法国警察。即便没有公务在身，警察在表达意见时也需谨言慎行。所以这样一来，法国警察的郁闷是无处宣泄。不过，法国警察之所以会引起民众的仇视，也是因为在法国频频爆出警员们的丑闻，各种暴力执法层出不穷。再加上法国的各大媒体为了博取流量，不断添油加醋，这就导致警员与民众逐步形成对立。其实，像法国警员们这类负面信息，也许只是一小部分警察的行为，更多是被法国媒体刻意放大情绪。